大家好，我是电脑阿达。大家都知道宏佳腾它前阵出了一款新车 AI One 的改款 AI One Ultra ABS 款。它发表完之后呢，就很多人敲碗说，阿达要不要做个开箱？那问题是我家已经2辆宏佳腾了，我不能一直无限制的买下去。所以这次呢，我就跟宏佳腾官方人员约了他们东区的门市，直接来这边，然后请他们专业的门市小姐来为我们做介绍。接下来我们要请到子莹小姐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AI One Ultra ABS 跟传统的 AI One 2款车型，不管是外观，还有它的内部的一些构造，还有它新增功能有哪些厉害的地方。子莹小姐你好，那现在就麻烦你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次的 AI One 它有哪些升级的地方。那我们先从上面开始看。那第一，后照镜看的时候视野会更好一点点。那我们前面这边的话，它的风镜改成铁灰色电镀风镜，造型上会更有特色一些。那我们往下看，这边的话有一个进气坝，主要就是外观的差别。那会跟我们之前的 AI One Sport 的车款外观上会差蛮多的。那再往下，它的土厨这次都是统一做铁灰色的，那会跟我们之前车款上不太一样。之前的话就是什么车什么色，那它的土厨就一样的。那我们再往下看的话，它的轮胎这次是配米其林的，那它的防滑系数会更好一点。我们在下雨天或是激烈超驾的时候，抓地力都会更好。然后轮圈的部分，这次是改用铝合金双色切削轮圈，那外观上会更好看一些。那我们往后看的话，这次比较重点的更新的部分有 Cosworth 6代仪表，萤幕面积会再变得更大一些。那它的动画跟运转效能都会比我们的上一代5代好。那这是它的待机画面。那我们发动的话，现在是变成刹车做感应的动作，它就可以做发动了。那我们发动之后，如果说我们的车款上是有选配我们行车记录器的话，前镜头会在这边，那后镜头的话会在我们的车框的上面。那在我们打方向灯的状态下，它会启动它的 DAPS 死角预防系统，它会直接显示我们后方的影像，会更安全。对，那再过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椅垫。椅垫的部分，它这次有改用比较低温的材质，那坐起来会更软一点点，那也更防滑。那我们车厢里面也可以看一下，现在的车款的部分都是有标配车厢弹起器的，就是我们直接去开车厢，它车厢会自己弹起来。那车厢里面的话，现在都有标配车厢灯，车厢灯的下面这里都有一个 USB 的充电孔，可以直接做充手机的动作。那这个的话是它行车记录器的主机，我们会安装在这个里面。我记得它好像是选配的。对，它是选配的。所以说你买 Ultra 这个东西的话，你建议要买，它价差多少？如果说我们单纯选购行车记录器的话，是再加7950，就是要加7950，它个死角的那个后视镜那个系统才会有嘛，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大家都要注意哦。那我们再往后看，前后卡钳的部分都是改成红色的了。那我们往左边看的话，它的链条饰盖后半段是做银色电镀的，那它在造型上也会更特别一些。那我们后扶手跟脚踏板的部分，这次也统一用黑色的烤漆，会感觉更利落一点。前面左边的这边会比较没有这么深，是因为它 ABS 的系统会在这里面。那上面这边的话，它会再做一个 USB 充电孔，这台车的话算是有双 USB 充电孔。对，这基本上就是这次 Ultra 的一些更新的部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个 Ultra ABS 版，它跟那个黑影特仕版的 ABS 版，它的价差大概差多少？大概差4000块。那我们 Ultra 全车系有3个颜色，夜幕紫，然后跟我们看到的墨君绿，还有一个曙光金，都是107980。颜色部分不会有价差，所以这在选色上比较不会有困难的地方。对，这基本上是它这次的更动。像我们刚刚看完外观之后，其实我比较在意的是这个 Cosworth 6代的一个仪表板的一些新功能。那可以麻烦你再为我们介绍一下它的新功能，就除了动画以外，有哪些更好用的地方？那有什么更厉害的地方？那我们首先看到它的 Cosworth 6代仪表，会比我们上一代5代大概20%左右。那中间这边的话，它会显示我们目前在什么位置，这一点是不变的。那我们下面 Range、Smart、Sport 这个的话，都是统一显示在下面这边。那我们上面如果说跟手机有做联动，它会显示这个
小小的 logo 在那边。那如果说我们有选配行车记录器的话，它会在这边显示这一个小小的 logo。那我们在打方向灯的时候，它就会启动我们 DAPS 死角预防系统。右边上面这边的话，它会显示我们目前这条路的限速是多少。那旁边的话有一个方格旗的标志，等于说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方格旗的竞速模式下。那 ABS 的部分，我们是有 ABS 当做是刹车系统。那下面的部分，它就会显示我们目前现在的时间。然后如果按 Trip 键的话，第一个可以看我们的总里程，然后 Trip 我们 A 点至 B 点的距离。Range 的话，就是我们目前这个组电池还能跑多少公里，那它是一个预估值。那我们电量的话，可以看下面这边有2条白色的，这个的话是它现在电池的电量，现在就是都统一在这里了，就会看起来比较干净利落一些。那它满格的话是5格，那目前的话就是4格的电量。像 LINE 的来电通知那些，它是会显示一个未接来电的讯号的。LINE 的讯息不会显示，但有来电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讯息告诉你现在是谁打电话给你。那像我们手机内建的行事历，如果你那天有行事历安排的话，它是会显示在荧幕上的，告诉你今天有什么事要做。基本上它的仪表更新差别在于画质上比较大的跃进，然后跟荧幕上比较大一些些。那另外就是说，这个面板如果说是像之前我已经买完那个洪家腾的车了，那我现在看到这个我很想换的话，它可以升级吗？可以付费升级？基本上目前的话是在等总公司的一个安排，那是有这个机会的。对对对。所以理论上是应该可以升级。对对对。但是要付费，多少钱还不知道，多少钱还没有公布。那这个我们等总公司的回复。Hello， 大家好，我是 Ross。达哥的 Coursera 6体验测试部分就由我从这边接手。电脑马达很荣幸受到洪家腾的邀请，因为我们也是 AI One Sport 的老车主，所以刚刚那个升级计划呢，特别让我们有机会在台北由 Russ 来提早来为各位做一些体验的心得。一般的人来体验Coursera 6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有感觉，可是我从5升到6是有很深的感觉啊。最开头的体验讲起，仪表呢它本身变得非常的大，比起5号呢是大了22%哦。它现在按钮变成了电容式的，寿命会比较好，然后荧幕整个变大，很多人会觉得满版很多，它还是用一个黑底的一个设计。然后在这个界面你也可以看到，像是我的胎压侦测器就直接整合在上面，非常漂亮。然后时间、连线的状态，甚至还有行车记录器，现在是我们正在录影中，也可以显示回冲 Sport 模式，它现在都集中在左下角，让你一目了然。像是 Smart 我切换的时候，会搭配旁边很显眼的光圈功能来显示，就是它启动与否。最帅的是切换方格旗的状态呢，超帅，很像那种电竞手机模式切换的感觉，超级帅。吹油门的话，还会有相应的一个动画，你可以切换 Audio 啊、Trip 啊，跟之前一样，可是它都会加上一个很帅气的一个动画。然后最重要，你可以注意到现在字型呢变得非常漂亮，比起之前，因为效能取向呢，而只能使用的应该是标楷体吧，就是有很大的差别。Coursera 6的亮度也比之前好，以前的话我可能用这种默片啊，可能就是比较不容易看到，现在看的还蛮 OK 的。它的亮度提升到是1000尼特啊，然后还加入了亮度感应器，像我现在这样遮住亮度感应器，它荧幕就会变暗。放开，它就变亮，它就依照现在的环境，它会有一个变亮变暗，就避免你在很晚的环境下，你会觉得荧幕太亮，就是之前一些电动摩托车会有一些这种状况。除此之外，它蓝牙也升级到了 5.0， 所以比起之前来讲呢，连线的状况也变得更好。上面有一个 XOS 了，所以反应速度也变更快。那你可以看到右上角现在是显示这个路段东华北路这一段的速限，那还会给你一些就是声响的提示，就让你知道说，这个路段该放慢哦。对啊，当然你不要跟荷包过不去嘛。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安全起见。这次最棒的一个功能是在于说，有一个可以跟后行车记录器联动的零死角 DAPS， 就是你打方向灯的时候，它就会打开后行车记录器的画面。那有些人会觉得说，这功能呢，是不是你以后就不用看后视镜了？我必须说不是这样子的，它是补足你一个正后方的一个视野，就像是汽车的正后方的那个后视镜的状况一样。我现在正后方是有一台摩托车，你从我摄影机的画面来看的话，其实你看到很清楚，我后面有一台摩托车在。可是呢，我其实坐在这个状态的时候呢，我现在看左右后方的后视镜，其实只能看到部分的画面出现哦，甚至说我如果是靠右边一点，直接这样瞄一眼的话，我顶多也是看到它的后视镜，因为它是挺斜的嘛。那我直接从画面来看的话，就变得非常的清楚啊，正后方是有一台车存在。
它把骑士的正后方视野给补足，我觉得算是一个更完整、更安全的一个功能。这是平常安驾的时候，除了注意前面车况之外，你会靠左右后视镜快速的显示自己目前左右的车辆可能接近的状态。那正后方的这个视野呢，就是用宏嘉腾的 DAPS 的话，就可以补足正后方视野的盲点的问题啊。当然，做所有转弯的动作，或者是切换车道，或者是移动动作之前，还是要靠左右转头啊，然后来看正左方、正右方这个盲点区是不是有其他的车存在。那 DAPS 呢，其实就是在做这些动作，如果还有余裕的时候，你可以瞄一下说你正后方会不会有一台车突然从你后方就这样移进来，你就可以避开这个危险。然后另外一点是在于说，如果是在很拥挤的车阵里面，就像通勤时间在骑车哦，像待转区啊什么，车真的满都是，前面会不会有突然有动作，或者是突然切出来的，这时候你就可以上下这样确认说，我后方有没有人突然冲过来追撞啊，车子要从左右突然切出来。即使是在同一个车道，你想要左右切换你的路径的时候呢，我会更鼓励我打方向灯来给大家警示。一方面我可以更及时的确认后方有没有车子紧贴啊，或者是有没有车子有大动作这种状况。因为一般人同一个车道，你可能就想说反正看一下盲点没问题我就切了。现在这样子的话，你其实看一下盲点没问题，你可以瞄一下说后面是不是有车子要切过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功能。那其他的部分呢，Coursera 6呢还有导航是一个它的大重点啊。我只要长按 Smart， 它就问你是不是要导航自助加，就可以在停红绿灯的时候呢来做这件事情。你可以预设说你是要回家还是换电站啊，电力如果很低的话，它也会问你要不要帮你导航到换电站。我觉得Coursera 6是非常懂得电动车使用者需求的一个系统啊，我觉得非常棒。反正现在它有一个联盟，然后大家都有加入，所以我觉得日后应该是更多人有机会用到这系统。那在这之前呢，最完整的体验呢，应该就是 AI One Ultra 或者是之前的 AI One Sport 的升级版。那我接下来就来做一些道路上面的体验，聊一聊Coursera 6号的使用的心得。简单介绍完Coursera 6之后呢，我也直接上路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这几天实测Coursera 6的心得。那首先啊，一定要聊到的就是呢，我觉得每次介绍一些新东西的时候，就会听到一些很有趣的理论，像是从 Coursera 开始啊，很多人都会说，那你有那么炫的一个仪表板哦，是不是鼓励大家以后都看着那个仪表板，然后不看路啊，不好好骑车？这一次的 DAPS 有数位后视镜，现在这个数位后视镜的功能，那是不是我现在就一直看着仪表板，然后不看后视镜呢？那我觉得很妙的一件事情是，工具不就是看人用吗？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ABS 出来的时候，难道刹车就直接改成一个开关，一按下去它就直接刹到死，反正它会帮你防锁死吗？你就不用学刹车了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那宏嘉腾呢，它的这个 Coursera 从之前的5号到现在这个版本，其实一直以来哦，它都是个不怕一万啊，只怕万一这种概念的一个产品。对于电动车的使用者来讲呢，它有加入一键导航的换电站，就让你可以透过仪表更安全的导航哦。那像有些车主啊，有些人会看到这个界面就会说，那为什么不做成就是有地图啊，可以看到附近的路段，而不是说是单纯的方向？这也是他们自己开发的理念，特别有谈到过的哦。跟刚刚讲的一样，他不希望把视线停留在这个仪表板上面太久，即使它做的很漂亮，停留太久就会刚刚讲的会有安全性的问题，会不会一直看着然后就眼睛不离开这样子啊？我必须要讲，我真的觉得宏嘉腾非常理解台湾人骑摩托车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像我现在这个例子就很明显，左转靠左，右转靠右，台湾的政策就是没办法转得过来，像我现在就是只能够。这边就是有一个很经典的台湾的下雨天感觉会很滑的机车左转道，我明明是要左转，可是我偏偏就得要先靠在右边，这还是有一个有点像待停区的设计，所以你会觉得说，好像还算安全。一般路上哦，其实很多都是做就是没有像这样就是有一个待停区，那后面就会很有追撞的问题啊。那像现在这样 ，DAPS 就可以帮我。在停等的时候，我打方向灯，我要左转，我就可以直接观察到后方有没有车辆会有追撞的问题啊。那像我现在刚刚这个切换车道的时候，我也可以参考一下荧幕的画面，跟我刚刚也有做 shoulder check， 确定我右边没有车子的时候，我可以看荧幕来确认说后方有没有车子很急速的接近哦。所以有很多人都会好奇哦 ，DAPS 到底好不好用？目前宏嘉腾还只有把数位后照镜的功能带进摩托车骑车参考的资讯，主打的是死角预警系统。那其实呢，一般摩托车死角来讲的话，其实正面的话大家都是可以看到，几乎是180度，甚至有的人视野更好，可能可以看到更广的角度。两只后照镜呢，它则是可以看得到后方一定角度的视野，如果你调整的得宜的话，正后方的这个视野的问题，除非你要一直转头转到后面去看，不然的话，对于很多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死角的一个问题。那你萤幕放在这边的话呢，
不是说叫你一直看着，使用的时候我打了右转灯，其实荧幕是亮起来，可是我没有一直看着它，我是先看后视镜，然后视野呢就可以呈现一个三角形，余光我可以看到荧幕，注意正前方的状态。打了右转灯正要进弯的时候呢，可以确认后视镜的视野里面没有车子，那我可以用余光透过 DAPS 我可以确认我后方有没有别的车辆在接近当中，因为很多车子会很贴着你，然后突然切出来右边这一个盲点区，你真的要转弯的时候就转头确认这个盲点之后你再转过去，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转弯的方式啊。那你看啊，像我现在我如果想要切出去的时候也是一样，我等于是打右转灯我就可以确认我正后方的状况，甚至搭配后视镜一起看的话，右边的视野我可以兼顾，正前方的视野我可以兼顾。我用余光看到我荧幕的时候，我可以确认我正后方的视野。最后呢，你还是要做一个转头确认，说盲点会有其他的车辆。那现在我现在要做一个回转的时候，可以看到我可以远远的，我确认我左边这个车道不会有车能够插进来的时候，这时候我就可以更透过荧幕来确认说，我后面的车子是现在的状况怎样？它现在是跟着我在走。然后它超过我，那这时候我就可以做一个回转。那回转的这个好处是，我可以把更多精神集中在前方，还是可以同时确认正后方的车子有没有冲撞的一个问题。那像是停车场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地方，就是像我现在从停车场里面走出来，我要右转出去，我等于可以确认我正后方的车道呢。有没有车子也是冲出来，可是却没有发现我？像我停在这个路口，我想要右转，现在可以透过我的荧幕看到我正后方有没有车子冲出来。它后方的这个车道是没有开放的，所以我可以很安全的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解说。可是如果你是一般从停车场出来的这个状况，甚至有的人出来的时候是要左转，你等于是要看两方向的来车。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光是顾前面就已经分身乏术了。真的有人能够一直回头看说，我正后方有没有车子追撞上来 ？DAPS 就是一个它非常好用的一个情景了。我正要出去，可是现在又有一个车子要右转，我现在就等这个直行车。这时候我就可以瞄我的荧幕说，后面没有车子哦。有车子的话，我可以马上做一个闪躲。那现在没车，我就可以出去。DAPS 它提供你的资讯真的是可以做一个死角的预防的一个功能哦。如果你问我说，DAPS 好不好用？我自己觉得这个答案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我觉得好用，而真的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的一个好功能。我觉得它有去思考机车族，特别是在台湾可能遇到了一些困境或一些危险哦。那再加上呢，它有一些其他的功能，跟政府的智慧路测的一些装置有联动的一些功能。如果路口前面是有来车的话，它有做一些侦测装置的话，从仪表或灯号显示说，你的正前方是不是有车子通过这个路口，或甚至前面有车祸，或者是有很快的来车之类的。宏嘉诚的 Cosera 系统，它不只是一个智慧仪表，它是为了行车安全、行车需要做的一个系统哦。不管是5啊、6啊，反正只要是 Cosera， 它都是有这个考量在其中。它不会叫你说，你一定要盯着仪表板看，你才会知道这些资讯。它其实是可以透过蓝牙耳机啊，来让你知道这些功能，或者是正在路上的一些状况正在发生当中，甚至可以预警。这就是宏嘉诚他们希望达到的一个行车安全的效果啊。仪表变得很炫，然后速度变得更快，荧幕变得更大，然后更亮啊，这些都是Cosera 6号的一些改进啊。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宏嘉诚特别懂台湾用车人的一些心情跟需要啊？为什么要加这个后视镜的功能？不论是靠右的那种左转待转区，或者是非常拥挤，一大堆摩托车从待转区出发的时候，前后左右都很挤，而且还是在有的人是在半转弯的状态之下，大家的行车状况都非常不稳定的时候，你有机会可以知道说，我后面车子是不是靠你太近啊？真的啊，像现在这样，我停在红绿灯，我现在要看着说，我红绿灯有没有切换到绿灯？那我要怎么很同时确认说正后方有没有车子靠近？像现在车子来了，这时候如果它很快速的接近我，是不是就会很危险？如果现在可以通过 DAPS 还有转头确认，转头确认是一定要做的啊，我只能这么说，就是安驾的概念就是这样，你转头才是最及时的。那你真的要做很及时的动作的时候，我必须要说，你真的是完全不用去看荧幕了，你就是把平常要该做的动作做起来。目前看来
DAPS 搭配 Kyocera 6，使用体验我觉得反应快，甚至快到有点想说未来会蛮期待说宏嘉诚利用这个晶片啊做一些影像分析的事情。我的后方快速接近呢，或者是前面绿灯起步的提醒，在摩托车上面实现更主动的提醒功能，对于安全的提升哦，会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方向。总结一下啊，就是以我这个老 AI One 车主的感想啊，我觉得宏嘉诚Kyocera 6号算是诚意非常高哦。我自己觉得哦，就是光是可以提供旧车主进行升级这件事情，就已经是非常有诚意的。毕竟一般车厂大部分都是只会限定给新车，当然能多卖一台新车当然最好啊。为什么不冲自己的车辆销量呢？宏嘉诚至少是维持住当初这个承诺。今天我这一个测试体验呢，就是宏嘉诚希望能够在推出这个升级方案之前呢，确认说，这个升级呢不会有其他的状况，再进行后续的一些宣布。所以呢，请之前的 AI One 车主呢，真的是要耐心等候一下。我只能说，就我目前来讲的感想，我觉得宏嘉诚是不会让你失望的啦。对于其他有考虑电动车的车主来讲我真的觉得宏嘉诚 AI One Ultra 现在是一个非常值得入手的选项因为它直接就内建了 Kyocera 6的仪表板啊。宏嘉诚很多功能呢，其实都不仅是为二轮使用者着想进入了电动车时代，换电电动车时代，它的一键导航甚至说低电量的时候，它也会提示你说要不要导航去换电站这些功能都是很深入在为使用者想的一套系统。以上是我们这一次 Kyocera 6的使用体验，再加上一些5号升级到6号的一个体验心得接下来最后就交给达哥喽。好，看完以上的介绍之后呢，相信大家对宏嘉诚这款新的 Ultra ABS 已经有一定的了解。如果说你看完之后觉得不错最近有换车的打算的话，欢迎大家到全台湾的宏嘉诚门市实际体验一下比较准。那如果是台南朋友呢，记得来台南东区门市这边来买车这边美女很多我是电脑阿达，如果喜欢这段影片呢，记得帮我按赞、订阅与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